大家都说转机新加坡待在机场最舒服，但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安于室，又想看看外面有什么，只想用0元的门票，又想要拍包记忆卡，体验当地的文化还有生活，那你绝对不能跟着观光巴士走。准备好挑战你今天的腿力了吗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在澳洲很闲内汉，感谢你今天点开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行的是新加坡快闪一日游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这边主要的交通票的票卡。第一种呢，最简单的，我觉得最方便的呢，也就是你的信用卡。没错，新加坡呢，只要是信用卡，不管是 Visa 卡、Master 卡、美国运通卡、JCB 都可以使用。那缺点呢，就是有一个海外手续费啊。如果你今天不 care 也还好，但台湾有一些卡或者澳洲有一些卡，他们有那种2% 回馈的，那我觉得手续费可能就抵掉了，那就还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使用这边的 Travel Pass。Travel Pass 呢有分1日票到3天票，那就是看你今天的旅游行程不等，然后金额也是从22块到64块钱左右，看你今天旅游的天数这样。那它的优点就是随你坐，大部分的公车啊，然后捷运啊都可以随你搭。非常的方便。那第三种呢，也是这边在地人使用的，叫做易通卡的卡片。易通卡呢，跟台湾的悠游卡很像，那它只要在车站啊，或者是便利商店都买得到。那最后一种是我觉得最不划算的，就是单程票，就是去哪里都要买一张票，然后去哪里都要投个钱。如果你今天的行程很少的话，可以使用这个方式啊。但好 ，OK， 见仁见智。我个人还是推荐使用信用卡或是悠游卡，简单方便一点。而且我们今天主要的行程大部分都是走路跟就是搭捷运而已，所以其实花不到太多钱。我们现在来到啦，是位于 Bugis 车站附近有一个叫哈芝巷的地方。来到了哈芝巷，怎么可以不来新加坡这边最大最古老的回教堂——苏丹回教堂？回教堂啊，有一个就是规定的服饰。我刚才因为服饰部过关，他说不可以穿瑜伽裤，然后被强制套上了罩袍。来带给大家看看罩袍长怎样。我好像拍不到自己的罩袍，只能拍别人的罩袍了。他们的罩袍让我想到哈利波特有没有？就是那个学院的罩袍，里面有人在朝着卖家的方向做礼拜。在 Bugis 这一大区呢，冈板格南，在以前古时候呢，他们是回教徒，然后要去麦加朝圣的时候的必经之路。他们会先在这里集合，然后再一起前往麦加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回教区。在数百年后，这里依然充满了回教徒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边充满了各种异国风情。然后旁边卖的店啊，很多都是一些跟中东啊、回教啊有关系的，比如说像是织物啊、饰品啊，或者是饮食等等。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我觉得来新加坡非常值得一游的一个特色小巷。新加坡好热，我已经经过商场一个又一个，只要看到商场就赶快进去躲避。现在又走出来，然后在红绿灯旁边等红绿灯，准备要跳到下一个商场。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很怕热的话，记得商场是你的好朋友。通过商场，你可以吹到很多的冷气。新加坡人到底怎么活下来的啊？好厉害哦！天哪！OK，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是新加坡的赞美广场。赞美广场呢，是一个新加坡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古迹。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过杨紫琼的一部电影，叫做《疯狂亚洲富豪》，然后里面有一场世纪婚礼，然后白白的建筑，没错，就是这里，赞美广场。赞美广场的前身呢，其实是女子修道院，然后以及天主教女子学校。那后来呢，女子学校以及修道院都关掉了之后呢，就变成了餐厅、咖啡店，然后还有酒吧进驻的好地方。所以呢，这里面非常适合来这里喝一杯咖啡、休息一下，或者是拍一些完美照。
那另外一方面呢，由于它的前身是修道院嘛，那大家都知道修道院是善心的宗教团体，所以呢，在当时这个修道院他们有留了一个洞口，给那些养不起小孩的穷人，或者是不想要照顾孩子的人，然后的一个洞口，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把婴儿弃养在这里，然后修道院就会接养他们。传说中的投放婴儿的洞，那就在我身后这里。现在已经被作为酒吧使用了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那么就让我们前往下一个景点吧 ，Let's go！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啊，是新加坡的福康宁 Fort Canning 公园，它坐落于新加坡的市中心。在一个市中心里面呢，拥有自己的一座小山，然后还有一片小森林。最有名的呢是它有一个网红景点，一个隧道，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看。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方呢，就是传说中苏丹国王的墓就埋在这里。除了墓之外呢，还有宝藏。但宝藏在哪里呢？至今无人知晓，等你来开发。不过呢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因为这里埋着苏丹国王的墓，还有宝藏，还有英国历代殖民官员的墓，所以呢，就一直流传着许多奇怪的故事。包括中邪啦，听到女生的声音啊，或者是看到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啊。但是我觉得森林嘛，本来就比较阴的，那是有可能的。不过信不信由你喽。那我们赶快前进人行道吧。突然在新加坡的公园里面听到了鸡叫声，有一点吓一跳。野鸡？怎么会有鸡在我前面走？还长得很漂亮哎，好帅的公鸡哦！原来鸡在新加坡是一种野生的动物啊！这里好多鸟鸟哦，这个是鸽子，我知道。这只是母鸡吗？难道跑这么快？啊，是公鸡，好多野生的公鸡哦！我看完了公鸡，前面阵阵打雷，我有点惊恐。我们赶快往前走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完成我们今天的任务——新加坡一流。OK， 我们现在抵达的这个地方呢，叫 Fort Canning Terminal。这个地方呢，是近几年来一个很有名的观光景点，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拍照，因为一组网红照片而爆红。那在我看起来，我觉得跟我们南澳洲的那个，你知道，曼根比亚的那个地下花园差不多。地下花园好像还比较漂亮一点。那我们既然来了，就来看看吧。不过你知道吗？这个地方其实它本来就只是一个人行道的地下出入口而已。因为这件事情爆红，应该也让人意想不到吧？哇塞，排队的人超级多的哎！我排了半个小时，我终于排到了。我就刚才前面还因为排队吵架，有人跟有人吵起来了，吓死我了。这个景点要么就要很早来，要么就很晚来。另外一件事情是，记得衣服要小心。我已经看到好多女生走光了。那我们赶快前往下一站 ，Let's go。下一站呢，我们要前往的是滨海湾花园。那你除了刚才那个 tunnel 走出来之后呢，左前方这边有一个公车站，然后上了公车站呢，我们就可以直达滨海湾花园。OK， 在我身后的这3栋建筑呢，就是新加坡赫赫有名的金沙酒店。住一晚太贵了，我住不起，希望有人可以赞助我。OK， 金沙酒店的这3栋楼啊，听说找风水大师来看过。怎么说呢？这3栋楼分别象征着福禄寿，而上面的那个船形结构啊，象征着则是财库。为什么新加坡这么有钱呢？那就是因为金沙酒店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么呢，除此之外，上面的这个船形结构啊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悬臂悬吊系统。为了抗防风，所以它是可以轻微晃动的。
我觉得蛮神奇的啊，跟我们的台北101有得一比。那它的上面那个船型结构啊，有相当于4.5台的波音747这么重。让我有点担心，如果它哪一天地震了要怎么办？希望新加坡没有地震。那我们就赶快前往下一个景点吧。OK， 我们现在抵达的是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边很特别？后面这个人造树，在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啊，大概有16万棵的植物，而且是初菇哦，它们至少是16万棵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片土地啊，以前曾经不存在，它其实是天航造陆而来的。另外呢，让人觉得很惊讶的一点呢是，像我们这些后面这些塑胶树啊，在晚上的时候会发光，它们会有夜景活动。那这些电力来源啊，完全是靠燃烧新加坡的垃圾，然后以及这一些假树上面的太阳能装置，然后产生的等电能，非常的环保，非常的废物利用，我蛮佩服这一点的。那这个园区呢，它总共分成3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呢是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那个阶梯，阶梯走上去那个地方是要钱的，但下面是免费的。那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它有那个室内展馆，室内展馆的话，你可以去买就是门票，然后有一些还蛮特别的秀，像我之前就看了《阿凡达》呀，还有《魔物猎人》啊，类似这样的秀等等。那至于要不要付钱，就看个人的钱包选项喽。那我们前往下一个景点吧 ，Let's go。这集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啦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私房景点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还有留言，我会很感谢你的。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，拜拜。Welcome to Australia.